我告诉你，我宁肯不当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我也要把火灾后的真相全他妈弄清楚，否则就是我的失职，天理不容。好，吴局，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。我们同舟共济。好。王省长，您找我？通知朝阳、永强同志，请他们马上过来汇报。汇报内容是513放火案的起诉原因。让郑玲同志也一块过来。江局长那边我还通知吗？不必了，我在电话里已经通知了。是。5局对我们还是挺理解的嘛。哈，这5局呀，在大事上不糊涂。老书记曾夸他人才难得啊。喂，喂，叶检察长吗？啊，我是叶子京啊。哦，又是你啊？啊，好，请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哎，我有点事情啊，对，好。是，我们也有很多的情况向你通报。对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慢慢说吧，慢慢说。啊，我们是非常重视你的举报的。你能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就好。要真正从思想上认识，还要有碰硬的准备啊。这不是周秀丽一个人的渎职啊，有可能常山市的干部队伍已经彻底烂掉了。问题的严重性超出了我最初的估计，有点像当年主席说的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呐。现在的现实是，同一场大火啊，却有2个执法部门得出了2种不同的定性意见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检察院不可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放火结论，啊，但是你总要跟公安机关通通气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叶子京想干什么？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呢？王省长，检察机关送来的材料我看过了，还是有道理的。有什么道理？我没看出什么道理来。检察院这个结论明显的带有倾向性，啊，甚至有情绪。什么情绪？抵触情绪、抗上情绪，好像不唱点反调，就显示不出来他们的存在似的。你看看，你们常山用的这个检察长，能让人省心吗？王省长，这个检察长可是你们上届班子用的。好，咱不谈这个，啊，还是谈定性问题。王省长，查铁柱由于老婆自杀而绝望自污，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定放火，万一错杀了这位罪不当死的工人同志，我们的良心会感到不安的。唐书记，面对放火的严重后果，面对156个死难者的家庭，面对那些失去儿子、丈夫、父亲、女儿、妻子、母亲的人们，叶子京跟检察院手下留情，不让放火犯罪分子得到法律的严惩，那良心是不是就安了呢？啊？问题真这么严重吗？你这位同志是不是过高的估计了常山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？是不是太偏激了？叶检察长，我这绝不是偏激，常山市的干部队伍就是烂掉了嘛。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。我认为常山市的干部队伍主流还是好的，否则没有办法解释满城的高楼大厦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常山的主流还是好的嘛，成绩还是大的。当然，问题也是有的。啊？这个电话在解放路口，快点。叶姐，你这估计太乐观了吧？
在我们常山没有好人的活路啊，起码在我们城管是这样。现在看来，要彻底解决常山干部的腐败问题，光靠你叶检察长一个人是不够的，得找中央啊，省里都不行。他王长工是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，省里还不铁桶似的护着？我们还是回到事实上来吧。郑灵同志，你来谈一谈定放火的依据。是，王省长。我再重申一下，扎铁柱自己承认放火也好，在叶子金和检查人员的诱导下翻案也好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下列事实：第一，扎铁柱在主观上有报复大富豪娱乐城和苏华福的犯罪故意；二，在客观上，大富豪娱乐城的着火，确凿的是扎铁柱烧电焊引起的；第三，扎铁柱对大富豪娱乐城的内部情况十分了解，对3楼堆放的易燃物品也十分清楚，所以呢，如果他没有放火的犯罪主观，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严重的后果。那郑流同志，周培成呢？你们公安局认为他是怎么放火的？是的，唐书记，有关周培成的事情，我正想说，我们公安机关同意检察院的意见，既然确凿的有证人证词证明周培成清白，那么参与放火的嫌疑完全可以排除，而且我认为周培成的伪证罪也够不上。伪证罪的特征是嫌疑人的犯罪主观，那么周培成呢，没有这种犯罪主观，他没有主动的向我们执法机关陈述事情真相，是为了他自己隐私的保护。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准备对周培成进行司法赔偿。好，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该赔的就要赔。哎，你这位同志不要这么急嘛，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见面谈一谈呢？啊？喂？国际，你在什么方位？好，叶姐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解放路口了。叶姐，我们已经发现目标了。然后我就回了电话。哎，但是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是检察院的，我们在找一个人。检察院的？啊。哦，你是不是找那个举报人呢？啊，对对，往哪里去了？他已经走了，往那边去了。那边，对。也就是说，是扎铁柱一人作案，独立放火。是的，唐书记，我们的意见肯定是正确的。唐书记，您呢就别再疑惑了。江局呢分析的是很有道理，放火犯罪是有隐蔽性的，可以明火执仗的去放火，也可能呢采取别的手段。像江局分析的这种放火案，也不能排除。检察院最早的汇报材料里也说是放火，也有类似的分析啊。王省长，从检察机关送上来的材料看，扎铁柱从否认放火到承认放火，这中间确实经历了一个他老婆自杀的事实经过。扎铁柱编造的放火细节又这么荒唐，而且从他个人的历史表现来看，他不可能存在这种故意放火的可能啊。好了，常同志，咱们就不说了啊。我们在这方面都不是专家，还是得听公安机关的。对这个放火案，我看争取尽早起诉。我抽时间到常山去督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见。哎，叶姐，又晚了一步。这么说又白忙活了？不，也没白忙活。据在他后面打电话的女同志说，举报人是一个45岁至50岁的一个中年男子，不过精神有点不太正常。感觉有点太亢奋。哦，他会不会是精神病啊？哎，叶姐，这我可得问你啊，你一直跟他通着电话呢。郑柳啊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和叶子金合作了？
起码在513放火案上没法合作。这倒是，分歧实在太大了，水火不相容啊，是吧？哎，郑柳，如果让你换一个岗位，到检察院去当检察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王省长，这我可没想过，从来没想过。那你好好想一想，啊，那可是副市级岗位很重要啊。我觉得这个举报人不像精神病，他就是说话的时候有点亢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腐败问题太严重了，所以他有些激愤，有些冲动，这也很正常嘛。我们以往看到那种亢奋的举报人也不少啊，哭的、喊的、见面下跪的都有。不过叶检，咱们也得往最坏的想啊，万一搞错了怎么办呢？万一搞错了，就得给周秀丽赔礼道歉。恐怕没那么简单呐。是没那么简单，事情太复杂了。可是，那个匿名举报人正盯着我们呢。是啊，人家盯着咱呢，我们呢，我们死活也找不着啊。其实，公安局长的岗位也很重要。王省长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省除了常山和南平，所有的市的公安局长都是市委常委，有的局长还兼政法委书记。是啊，如果我还继续留在常山，你也许已经是市委常委了。不过，我要真离开公安局，这局长人选也很难找啊。哦，武成义不能接吗？他不是上次跟你一起考察过的吗？这恐怕不行吧。武成义的业务水平没有问题，就是跟陈汉杰走不太近。不对吧？你不是说武成义硬是把陈小木送给检察机关起诉了吗？是，这倒是事实。可对这个人我总不太放心。再说了，检察院也不好弄啊。叶子京当了这么多年的副检察长、检察长，已经是铁板一块了。唉，那就算了吧，我再想一想。啊，王省长，政法委书记我不想，但是公安局长进常委班子也是很多事的惯例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老人家还得多多关照啊。我心里有数，啊，你不要多想，要坚持原则，先把案子办好。是。不过最近叶子京好像在查周秀丽，不知道背后又是哪股劲。哪股劲儿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有人就是在做常山干部的文章，和我秋后算账。哎，张柳，我也提醒你要小心，你看看你自己屁股上有没有屎。是，我心里有数。有关王晓峰的问题，我主动在局党委会上做过检讨。这个唐朝阳，我还真有点吃不透啊。他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不听招呼啊？老大哥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听王省长的招呼啊？王省长招呼什么了？不是汇报工作，讨论案情吗？我说老大哥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王省长是和我们讨论吗？是在给我们定调子。放火的结论不能推翻，推翻这个结论，对王省长、对你、对我、对咱们常山市的干部都没有好处。这可是心知肚明的事儿。幸亏我今天给你打圆场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讲原则了？不管火灾的性质是什么，都按放火办。你看你又来了，怎么就不是放火？江正流的分析，公安局的结论都摆在那里，又不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在专业上，我们能比江正流更高明吗？那叶子京跟检察院呢？他们的结论我们就视而不见。王省长不予考虑的结论，我们为什么非要看见呢？那还找我们来讨论什么呀？套我们呢？
哎呀，你这个打狗队队长可够积极的啊！你自己不休息，也不让人家休息。这大礼拜的一大早又来汇报工作了。来，过来一起吃早饭吧。不，周主任，我吃过了，你们吃。那好，水果自己吃啊。哎，又要查无证狗了，小李啊，哦，刘主任啊，小狗狗蛮可怜的哦。桂教授，我们打的是疯狗，这疯狗不打不行啊。哦，疯狗是该打的。嘿嘿，哎呀，不过这个长山疯狗好像不多见的嘛，啊？对于长山市疯狗的数量，桂教授，您有没有统计过？哦，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呢，目前还没有。不过对宠物狗我还是有估计的。哦，哎，你该走了。你们估计局张局长不是找你有事儿吗？小李啊，你怎么总是污蔑我们的统计工作呢？哎，我们的统计数字啊，那都是有科学依据的，绝不是凭空估计出来的。啊，对。当然了，我们有那个前瞻性的预测啊，可是前瞻性的预测数据和不负责任的估计，那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情。对吧？对。我说规律啊，我跟刘主任还有正事要谈，你快走吧啊。好，你们谈啊。走，走啊，走。说吧，江正流和王长工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嘴上说放人，放来放去，放到钟楼区检察院了。哎，老陈啊，你可得警惕呀！我看人家是在故意耍你。哎呀，你行了，别说了。哎，老陈，还是给叶子京打个电话吧，让他给钟楼区打个招呼，啊。哎，老陈，周主任，方清明的事儿基本上搞清楚了，他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腐败分子。凡他经手的事儿，他就没有一个不捞的。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，说事实。大的从1000到800，小的到餐桌上的1瓶酒1盒烟，他口是全往自己口袋里装。他干了1年零2个月的办公室副主任，竟然在我们的接待宾馆里私存了13000元的接待费啊！他不干副主任，马上变现提走了。这可都是贪污犯罪啊！对呀，他提现钱的时候有没有证据？有证据，宾馆有账啊。方清明呢也留了条，您看，退13000元接待费，这是方清明的亲笔签字。茂才，你说可笑吧？啊，腐败分子反起腐败来了。别打了，叶子京现在肯定不在家里面上班了。要不就给检察院打。别打，你哪儿都别打。连你都知道王长工、江正流有在里边做文章，你说让叶子京怎么办呢？现在公安局把案子挪到交给了这个钟楼区的检察院，那检察院要起诉了，你叫叶子京怎么办呢？你放心吧，该怎么办，叶子京心里有数。老陈，你还是给叶子京打个电话吧，他们是在诬陷咱小木啊。你要相信人家检察院会有说法的。再说，我看不像诬陷。江正流没这么大胆子，咱们的儿子还不清楚啊？儿子什么样？他能没问题？他有问题。好，其他的材料继续落实。好。对这样的疯狗，我们一定要一棍子打死，不能再留着他祸害别的同志了。是。
也不能再发生农夫和蛇的故事了。哎，周主任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向检察院报案？别，先别报，什么时候报我会告诉你。哎，周主任，方清明这条疯狗可还是满街乱窜，到处咬人呐。检察院不还在查你吗？让他们查吧，什么时候咬到他们头上了，他们就幸福了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还得到老书记陈汉杰家去。哟，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去看陈汉杰了？哎，你忘了，方清明可是陈汉杰给调来的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，他养了一条好狗啊。汪省长一再让我去看看老领导，你说我能不听招呼吗？如果真是诬陷呢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嘛。那你放心，真要是诬陷，我相信叶子敬会主持公道，啊，他不会不说话。放心吧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找谁呀？老书记在家吗？在。你是？我是城管委的，我叫方清明。哦，请进吧。哎，来，我来。老陈，是城管的同志，说是咱们小木的什么好朋友。小木的朋友，那有什么？都是些小混球。今天来这混球可不小，恐怕得有50岁。哎，就是我有事，不见。好，老书记，方清明，是您介绍我到城管委工作的。我介绍你到城管委的？是啊，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。哦，好，那到屋里谈吧。哎，走吧。您忙，您忙。行吧。您请。哎，请坐。哎，老书记，你看，一点小意思。不要搞这个，小意思，对小意思。你看，啊，坐。哎，坐。哎，来喝水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坐吧。谢谢田老师。老书记，您不记得我了？好像是有点眼熟，叫方清明。对，城管委的。哇，是，方清明同志。哎，我觉得啊，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。怎么跟我们家小木弄到一起了，还成了朋友了？缘分嘛，缘分。老书记，您不记得我了？2年前，小木带着我来找您。哼，我跟小木啊，原来在一个单位，我们的关系啊特别好。我还给小木啊介绍了好多的工程呢。哦，我从外地调回来的时候，小木说找我老爸，结果呢？是您给城管委的周主任小周给他打了电话，这么着我就来了城管委。哦，啊，有点印象，好像你是一个什么单位文化科的副科长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了，会写点文章。对，是我打电话给安排的。想起来。老书记，您的记忆力可真好，您一个电话呀，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哎。我还记得那天我提了2瓶五粮液来看您，您说什么也不要，至今还让我感动啊！是。前2天啊，我还跟下边干部说呢，谁说我们常山没有清正廉洁的好干部？我们的老书记陈汉杰老书记就是孔繁森教育路社的好干部。对，
你说起2瓶五粮液，我就想起来了。对，你也找过我是吧？后来我就打了电话到城管委，然后周秀丽就给你安排了。是。怎么样？现在写没写出点什么好文章？不值一提，都是些豆腐干，不好意思拿给您看。哎呀，请进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叶检察长，丽丽她爸爸的事，我们真得好好谢谢您呐。谢我干什么呀？要谢就谢谢你的女儿吧，丽丽很优秀啊。叶阿姨还得谢谢小静。哼，小静在屋里上网呢，找她玩去吧。我跟你妈妈单独谈一谈。来，周培成已经放出来了吧？放了，公安局昨天放的。啊。来，你坐。我跟你谈谈司法赔偿的事情。小静还生我的气呢。哎呀，小静，其实这也不能都怪我呀。那天你妈问伙食费的时候，我没想那么多嘛。还说呢，你怎么不说1天10块、20块啊？司法赔偿？对，司法上有规定。我们对周培成搞错了。昨天我专门给赔偿办公室打了个招呼，你让他来一下，办个手续，领赔偿金。叶检察长，老周他不说实话，给你们添了乱，你们反而要给他赔钱，这是2回事啊！不说这个了，错了就得赔偿啊，法律上有规定啊。可是我就是说了，你妈也不会相信呢。怎么不信？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小公主、小皇帝。小静，那是你，我可不是，真的。方清明啊，我们今天啊，就随便聊聊啊。我向你了解一个事情，这个大富豪娱乐城门口那些违章的街面房，你知道是怎么盖起来的吗？这建的时候啊，周秀丽她知道不知道？你应该知道啊。这些违章的街面房严重的影响了这次大火的救火呀，很坏。老书记，今天我来就是当面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来了。好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。老书记，您先看看这封信，这是我在5.13大火之后的第2天写的，写完了之后就投到市人大门口的信箱里。是给您的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？这匿名信就是你写的呀？是。好的。你也揭发了周秀丽这个渎职和受贿。是啊，这就是那封匿名举报信的底稿，这是我故意写在这个打印纸上的，就是希望他们能有一天来找我了解情况，可是他们谁也不来呀，官官相护嘛。另外，我也是怕您老书记太忙看不到这封信，所以今天我当面向您汇报这些情况。在整个常山啊，我就相信您老书记一个人，您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什么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啊！别听他们这么说。是的，我正往老陈家赶呢，王省长。即使这样，你的态度也要端正，一定要诚恳。您放心吧，关于方清明的为人，让陈汉杰自己去判断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再见。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写举报信的人竟然是我介绍给周秀丽的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
先匿名把举报信寄到人大，点名道姓让我收，现在又在我家里公然现身，外界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必然是预谋，是我和这位方清明串通好了，向周秀丽和王长公发难，一场你死我活的反腐败斗争就变成了人事斗争。老书记，我知道您在想什么。周秀丽有王长公做后台，没人敢碰她。可是我是您老书记介绍到城管委的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跟他们拼到底了。周秀丽认为我是您的人，她处处防着我。我还就跟她明说了，我就是老书记的人，就跟老书记走到底了。你给我出去！给我现在就出去！出去！我，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叫我跟王长公有矛盾呢？我们有什么矛盾啊？我跟他合作了5年，我们合作的很好，没什么矛盾。就算周秀丽有什么问题啊，这跟王长公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把这信给我拿回去，你该送哪儿去就送哪儿去。老书记，我跟您说的可都是心里话呀。整个常山，我就相信您一个人呢，老书记。你听着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要是再听到你散布什么我和王长公有矛盾的话，我就要到纪检委去揭发你、控告你，我处分你。是，走，走。等等。拿走，这，拿走。再见。慢走。方清明。哟，方清明啊，你躲什么呀？啊，我躲什么呀？哎，咱们一起去跟老领导汇报一下好吗？这是开什么玩笑？我这级别哪够得上啊？哟，您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啊？您。我有。子金啊，给你通报个情况啊，写匿名信的那个人到我家来了，而且来找我来了。真的？这个人是城管委会的办公室副主任，姓方，叫方清明。他都向你汇报了些什么呀？怎么说呢？这个人我感觉不是太好，好像不是个正派的人。所以啊，我提醒你，他反映的情况，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分析一下啊。老书记啊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举报人的呀？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昨天夜里他还给我打过电话，我让张国进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已经无影无踪了。他呢，来找到我，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人，是您的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反正他跟我说他是小木的什么好朋友，总之你小心就是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今天就派人去找他。哎呀，你好，大姐，好久不见了，挺好吧？挺好，快进吧。你最近身体挺好吧？举报人前脚走，被举报人后脚就来了。老陈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呦，这么客气。老书记。啊，哎呀，秀丽啊，老书记，秀丽啊，老书记，稀客啊，怎么还认识我家啊？您该骂呀，尽管骂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送上门让你骂的。哎，长庚同志还说呢，你得让老领导骂个痛快，骂个够，还给我规定了3不许：不许还嘴，不许狡辩，还不许我解释。你看。还是长工他指示你才来的。不，我确实是想您老领导了。我们有1年多没见了吧？哎呦，
差不多了，有了。哎，来，坐。好。哎呀，是。秀丽啊1年多了，谢谢大姐。坐啊。真是，哎，不来吧，不来，一来全来。哦，我知道，刚才城管委的一位同志刚从这儿出去，你们碰上了？巧了，我正在停车，就看见他从你们家门口出来。他还躲我呢。老书记，我真不知道你找方清明谈话，我如果知道了，我就换个时间来。不是我找他谈话，是他主动来找我。哎，这一见面我还认不出来了。后来介绍了老半天，我这才想起来，哎，有这么点印象啊，就这样啊。哎，老书记，您别逗我了，这个方清明是2年前您介绍他到城管委来的。是，我当时还很难安排，又不好跟您老书记叫苦，您老书记交代的事儿，我只有执行啊，所以我还特意因人设事儿，在钟龙区城管委的监察大队啊，特设了一个副政委这个位置。迄今为止，我们区域级城管委的监察大队啊，只有这一个副政委的编制。哎呦，哎呀，是这样，真没想到我这一个电话呀，给你整来这么大的麻烦。早知道这样，我绝不打这个电话。怪我。哎，还是怪我。你看，确实这1-2年我跟您汇报的少了。你看您这么一交代，我就明白了。他在区里没干几个月，我就把他调到机关的办公室当了副主任。准备呢锻炼2年就接主任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方清明啊这么不争气啊！算了，咱不说他了。哎，别，你别不说，你跟我说说他怎么不争气啊？哎呀，这个人啊太贪了，凡他亲手安排的活动，他没有不从中间抽油水的。如果严格追究起来，都是贪污犯罪啊。我们目前还在调查中，我给纪检所的同志也打了招呼，内部问题啊，内部处理，别闹得满城风雨的，这样影响不好。哎，那这方清明，你能不能再给我说的具体一点？可以。李美丽啊，哎，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我不能干涉你的私生活。你可以看不起周培成，可以跟他离婚，但是你必须要有责任感，对你的家，对你的女儿，对社会，说对吗？叶检察长，谢谢您的提醒，谢谢。这是我给你的一点礼物。请收下。你要是不收，我该生气了。我听丽丽说，她在省城花了您不少的钱。这是2回事，真是2回事。叶阿姨，在省城里花的那些钱，我一定还你。哎呀，好孩子，这样吧，你把钱留下，买几本自己爱看的书，好吗？也算是阿姨对你的鼓励。哎，我还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你陪孩子在这儿玩一会儿，好吗？再见。是这样。对，刚才方清明来聊了一会儿，我对他的感觉确实不太好啊。你说老书记，他现在还是个办公室副主任，是吧？经费大权还不在他手上，他就敢这么干。如果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，那不要犯大错误吗？是。他不但丢我们城管的人，也丢你老书记的人。所以呀，我就痛下决心，借这次机关上半年的民意测评，我就把它拿掉了。对。另外顺便汇报一下，这次民意测评啊，他倒数第一，80多张选票，他称支票只有5张。是，你看这样，所以我觉得秀丽同志，你做得对。这样的人呢，要真是当了什么办公室主任，要犯更大的错误。难怪他跟我们家小木搞到一块儿去了。老书记，我这么做纯属公心。其实我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。你说我没有发现他腐败苗头之前，那倒罢了。为了某位领导的面子继续任用，那是不负责任，是吧？对。
既是对组织不负责任，也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。可是这么一来啊，冯庆明意见大了，到处骂我们城管，骂的那叫绝。竟在报屁股上提一些龌龊的问题，来出我们的洋相。这不，5·13大伙一起呀，他又兴奋了，四处造谣惑众啊，说要告我受贿渎职呢。我前阵子啊找他谈了一次话，因为考虑到你老领导介绍来的同志，就给他留了些面子。哎，怎么了，老方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麻烦了，这回麻烦大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老书记不认你这把鼻涕呀？闭上你个臭嘴！